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做好了一种非常简单的白话树场。那么这种树场呢，它的优点和缺点显而易见。它的优点呢，就是非常的简单，就连不怎么懂红石的小白也可以完全照着这个模样把它做一遍，也可以使用。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只能够种白桦树，其他的树都不能种。种其他的树可能就会把机器给炸坏了。我们的树苗现在也已经有了2组多一点，所以说这个树苗的回收率大家大可不必担心。那么这个树场的效率呢，大概是1个小时能够挂机出2000多个原木，如果只是用来合成一下漏斗的话，还是够用的。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统计，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呢，这种分层泼水的这种做法稍微略胜一筹，产量有21100多每小时。那么这种做法呢，我也是想了很久啊，尽量不要用发射器，用发射器的话很容易产生一些奇怪的 BUD， 就会造成泼水它并不是像这样分层的泼，可能泼的时候就会没有什么规律，乱泼。这里呢，我用的是活板门以及活塞来控制这个水流，就可以达到有一半的层数是在泼水，一半的层数呢就没有水。里面的核心电路呢，就还是这种火把塔。这种做法我就稍微给大家看一下，我就不仔细的做了。一层呢是用的活板门，然后上面一层呢用的活塞啊，活板门、活塞像这样交替的布置，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下面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漏斗计时器。那么这里的漏斗计时器呢，我里面放了18个物品，所以这一种做法真的是相当的简单，比李芒果的那一种还要简单的很多，而且效率也是比它要高个1000多的效率。那么这旁边的火把塔是可以不要了，我只是把李芒果的原存档、原设计把上面都给拆了，这一边的火把塔也可以拆掉，下面都没有接什么东西。最下面呢我没有用水冲，最下面我就直接用岩浆块把它给铺满，然后再用漏斗矿车，还是老办法。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围一个2个高的一个方块，如果这边没有围，很有可能那个小僵尸掉下来它没有死，然后就乱踢这边的矿车，就把这些矿车全都踢得不动了，就很烦。所以这里一定要把它围起来。然后我还看到有观众说呢，上面的遮光方块一定要往旁边盖15格，我这里是拿的李芒果的存档，它也是盖的15格，所以呢这些细节我之前也是不知道的。那么在这里也是再给大家提一下，虽然这个我也不太确定啊，我也只是听很多人说，既然很多人说，肯定就是有道理的。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家里的一些变化。这边呢，刷铁塔这里我把它改成了2个箱子。由于我们在其他地方工作的时候啊，家里面这个刷铁机仍然还是会掉铁锅垒下来的，经常容易遇到一些爆箱的情况，所以呢，这里全都改成了大箱子。这边的铁已经有这么多组了，全都把它压成铁块了。然后昨天呢，我还在这里做了一个造石机，那么这边的造石机呢，炸出来的原石，哎呦靠！那么这边炸出来的原石呢，就直接全都把它收集到箱子里面去了。而之前这边做的这一套机器呢，是用来产烧过的石头，这边都是烧过了的石头，以及那边的是平滑石头，这边并没有收集原石，所以呢，这边我就又做了一台刷石机，这2台刷石机看起来也是特别的壮观的。既然我们家现在的科技已经这么发达了，我们是时候可以去末地去探索一波了。不过打小黑呢，我是真的不想等到晚上去打，我还是想通过这边的村民交易来交易出末影珍珠。只不过这里的牧师呢，他没有末影珍珠这个交易啊，所以呢，我们还得再拉一个村民出来。好，我们来这边抓一只村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村民呢，他是靠近左边这个角的，他没有靠近右边这个角落。之前我也看到有评论说，为什么他抓村民抓不出来？那是因为这个村民并没有被其他的村民给挤压到这个角落里面啊。好，他挤压在左边的角落，我们就从左边把它抓出来。好，他应该到这边下车了。我们先把他的脸把它遮住啊，否则他会识别到其他的工作方块，这样就会比较麻烦。我们来做一个酿造台。好，来看一下，还是没有。那我只能去睡觉了啊！这一轮交易有点亏啊。好吧，刚刚那个村民又没有出现末影蜘蛛的这项交易。我们先拿点土豆吧，把这边的村民再喂一下，让他多生几个村民出来。下面的村民只有4个了，也不算很多，赶紧先来喂一波。好，已经出来这个交易了，来12个，还不够啊，还得再来一点。这边弄了3个牧师才出1个，看来这个交易还并不是那么好出。再等一下，哎，下班了吗？我就交易1次你就下班了，
你这准点下班也下得太准时了吧？难道你就不考虑加班一下吗？有钱不赚真是弱智。找墓地传送门这件事情呢，也没有什么技术可言，我就直接通过种子来把传送门的地址把它给查出来。我们待会呢直接从地狱里面打通一个门，直接到末地传送门那里。这边通往末地要塞的门我也把它给做出来了。这个门呢打开之后，我们去那边直接会从地下生成一个地狱门，所以呢这样就会很方便我们去找末地要塞。居然直接生成到地面了，这下面都没有矿洞的吗？我们往下挖呢，可以看到下面已经通到这个要塞里面来了啊。这个地面上的门我们还是把它给拆一下，拆了我们待会把它搬到地下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狱门做到末地传送门的旁边，这样下次再过来呢就会很方便。在我们对付完了这些蠹虫之后啊，我们已经找到这个传送门了。我们今天呢并不会像往常一样直接去打龙，我们今天看能不能用这个末地超传直接传到末地的对应坐标。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现在的坐标是302， Z 轴呢是-1731，我们可以直接传到末地外岛去。前段时间呢，红石科技搬运组也是搬运了国外的一个玩家发现的末地门的超传这个机制，还是之前的那个0 tick 落沙的那种方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船的碰撞箱呢，上面第二个船它和这2个方块的高度是一样的。如果玩家下船在这个高度的话，就会在末地门进行超传，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探索末地外岛了。只不过这个方法特别的冒险，如果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并且在没有存档的情况下，千万不要使用这个方法，因为死亡的几率是非常高的。那么我这里呢，也就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末地超传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这个存档我是备份了，所以大家并不用太担心。这里呢，先把下面的岩浆给清理一下，然后我们再把盐给它插上。好，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呢，放在中间。好，看一下啊，哪个是中间？这个。好，放这里。好，这边地狱门呢，我也把它搬到地下来了，就搬到这个房间里面就可以了。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一样东西没有带啊！我要回去拿剑，不带剑怎么打龙呢？我就只带了一个弓，然后啥都没有了。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放上船，然后坐到船上面，往门里面走。这个时候呢，我们并不会被传送到末地里面去，但是呢，我们只要一按 Shift， 就会超船。好。我们成功的卡到这个岛上面来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没有在主岛上面，我们直接在外岛，在末地外岛，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先去探索末地城，就不用去打龙了。等我们把鞘翅都弄到手之后，就可以直接飞到末地的中心，然后去打龙。我们第一次打龙呢，就可以开心心的带着鞘翅去打龙了，就不用再怕被末影龙给撞飞了。那么这个末地超传呢，大家不要轻易去尝试啊，这个很容易死的。如果你对你的存档不怎么了解，没有事先的去看一下末地超传会传到哪里，大家就千万不要贸然的想尝试一下这种超传。大家要知道，在我录视频的背后，我是死了不知道多少次，尝试了很多次才成功的。如果我把我没有剪辑的视频给大家看的话，你可以看到我这里已经尝试了很多次，都直接掉到虚空里面死掉了。操，就差那么一点点。找了好久啊，终于找到末地城了。我们进去探索一下。我们待会要打一些潜影壳，用来做潜影箱，就可以装更多的东西。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鞘翅。我们到旁边来看一下，应该有末地船吧？我们可以看得到，这边有末地船。来开一下宝箱，哇，有3颗钻石。哇，我终于可以做附魔台了。你看，我现在才获得钻石成就，太棒了！我1颗钻石都没有挖过。好，这上面的潜影贝呢，已经被我打得差不多了啊。最后我们要搭到这前面去，这里面最后一个干掉它，我们就拿到鞘翅了。哎呀，跑了，算了，那我就直接拿。Nice， 我们可以飞了。我们待会儿直接飞到我们的坐标00的地方，准备去打龙。这边还有龙头，别忘了拿了，拿回去当个装饰。好，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准备飞回到坐标00的地方，飞一下。好，那就是这个方向了。等一下，怎么还有一个？我的发！那我们再来偷一个鞘翅好了，这不捡白不捡呢，什么都不用管了，偷完就走。哎，等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稿子？有没有时运呢？我家里面没有时运，水下呼吸，拿一个吧，走了，拜拜。哎，要不龙头我们也偷一个，哎，
既然来了，对不对？要偷的都把它偷到位，怎么能只偷一半呢？我们烟花呢也是带的很充足啊，拿了3组，走。哇，头一次在虚空里面飞行啊，这里面全是黑的，看得好难受啊。这不是一点难受啊，我连我的方向我都不知道，飞的是高是低我也不知道。好，快到了啊。好，我们已经飞回主岛了。这样呢，来决战末影龙。去你的！去你的！没射到。哇，这种带着鞘翅打龙的感觉真爽啊！我们都不用太在意小黑，我们直接在天上飞，一边飞一边顺手一个。我靠！千万不要离这个末影水镜太近了，太近了搞不好就把自己给炸死了。来，哇，爽的一批啊！这样打龙爽的一批。末影龙根本就碰不到我。哇，打完没？好像还剩几个笼子。好，我们把这几个笼子吧。哎呦呦，被撞了一下。把这几个笼子给挖一下。我们还是往旁边来一点吧，有点危险感觉。哎，还是拿剑来射。好，最后一个了吧？打末影水晶，我们能够用弓箭就用弓箭，我的发！离远一点，离远一点，能够离远一点就赶紧离远一点。你看，我现在刚刚掉了很多伤害。好，现在都已经打完了吧？你看我这是为什么打不到他呢？你看他就能打到我。好，这个龙被我弄死了，妈的，打半天都打不到，非得让我用 kill@e， 然后 type 等于 Ender Dragon 才能够把它搞死，我也是没办法。我在下面用刀拼命的砍他一点反应都没有，算了，打龙本来也不是一个什么要技术的活。这个龙蛋呢，我们只用在下面放一个火把，再把它给挖掉，就可以把它拿到手上，并且获得下一世代的成就。好，我们打完了末影龙呢，那么末地呢也是要打算开发了。这边可以开发的一些机械呢，比如末地刷沙机，就依靠末地传送门来刷沙，还有小黑塔，小黑塔用来量产珍珠，虽然也可以用来挂机刷经验，但是自从剑肉炉出来以后，就不会再用小黑塔来刷经验了。以及紫松果农场、紫松花农场 1.14 的版本呢，也加入了一个新的特性，可以用弓箭来射紫松花，使它变成凋落物。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自动化的紫松果、紫松花的农场。那么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如果大家还有对红石方面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呢，欢迎来评论区留言评论，跟其他的玩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吧。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